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发生在一对来自台湾和大陆的跨海情侣身上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值得我们思考两地婚姻文化的差异和沟通的重要性。阿志是个台湾高雄的小伙子，32岁，在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收入稳定，有自己的小公寓，性格温和有礼，典型的台湾暖男。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来自江苏南京的姑娘小文，小文28岁，在台湾读完研究所后留在台北工作，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。两人相处1年多后，感情稳定，决定步入婚姻殿堂。婚礼定在台北，因为两人都在那边工作生活。小文的父母和亲友从大陆赶来参加婚礼，阿志的家人也从高雄北上。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时气氛还挺融洽的，虽然有些小插曲，比如阿志爸妈对大陆的抢头香、抢新娘等婚俗有点不适应，但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了。婚礼前1周，小文妈妈，也就是阿志的准丈母娘来到台北帮忙筹备婚礼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婚礼前1天，事情突然起了变化。那天早上，亲友们都在忙着最后的婚礼准备，阿志和小文正在酒店会场确认细节。这时，小文妈妈突然把阿志叫到一边，面色严肃地说：“阿志啊，我们家小文这么好的姑娘嫁给你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？”阿志一头雾水：“阿姨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小文妈妈直接说：“彩礼，我们南京这边好女孩出嫁至少要20万彩礼，你和小文之前只说了送2万块红包给我们，这也太少了吧？我和他爸商量了一下，加上我们的面子，至少要再加18万。”这下阿志惊呆了。在台湾虽然也有聘金的习俗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大，而且都是提前商量好的。现在婚礼前1天突然提这么大数额的要求，让他完全没想到。小文得知后也很为难，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妈，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台湾这边习俗不一样啊。小文妈妈却不依不饶，什么习俗不一样？你是南京姑娘，就要按南京规矩办，别人问起来我们怎么交代？你爸面子往哪儿搁？18万不多，你看隔壁李家闺女嫁人，人家彩礼都30万了。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阿志的父母听说后也很不高兴。他父亲直言，我们台湾不兴这一套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不是买卖交易。双方家长差点当场吵起来，阿志看着这一切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最后他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就走出了酒店。小文急得直哭，想去追阿志，却被妈妈拦住，让他去想想吧。真心想娶你，这点钱算什么？阿志的好友阿强跟着出去找他，回来告诉大家，阿志说他需要冷静一下，让大家别担心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小文越来越着急，给阿志打了无数电话都没人接。酒店里2家人气氛尴尬，阿志父母埋怨小文家狮子大开口，小文妈妈则坚持这是应有的尊重。3个小时后，就在大家以为婚礼可能要泡汤时，阿志终于回来了。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。阿志走到小文妈妈面前，态度坚定却不失礼貌：“阿姨，我理解您对女儿的爱护和对传统的坚持，但在我看来，婚姻是2个人的结合，而不是家庭之间的交易。”然后他从文件袋里拿出几份文件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一展示。这是我在台北的房产证明，市值约1200万新台币。这是我的存款证明，有600万新台币。这是我的投资组合，价值300多万新台币。这是我的人寿保险，受益人是小文。在场的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特别是小文妈妈，完全没想到看起来温和的阿志竟然有这么多资产。阿志继续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在大陆，彩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，也是对女儿价值的肯定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2个人未来生活的保障。我不会额外拿出18万彩礼，但我保证，小文嫁给我后绝对不会受委屈，将来的生活只会更好。”他转向小文：“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来自哪里，也不是因为你家要多少彩礼。我希望我们的婚姻是2个独立个体的结合，而不是家庭之间的交易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天我们就结婚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尊重你的家人和传统，我也尊重你的决定。”全场鸦雀无声。
小文妈妈看着那些财产证明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尴尬和思考。她原本以为台湾男生可能经济条件一般，没想到阿志竟然这么有实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文妈妈终于开口：“阿志啊，看来是我们错怪你了。其实彩礼也不是非要不可，主要是担心小文跟你过去会吃苦。既然你条件这么好，那这事就这样吧。”阿志礼貌地点点头，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再次惊讶。阿姨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我得说明一点，这些财产证明不是用来炫耀或者替代彩礼的。我拿出来是想表达，我娶小文不是因为付不起彩礼，而是我认为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相互尊重和真诚沟通，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。阿芝的这番话赢得了在场许多人的尊重，包括一些小文的亲戚。他们开始意识到两地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相互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小文走到阿芝身边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：“谢谢你，我为有你这样的未婚夫感到骄傲。”当晚，两家人坐下来好好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顾虑。小文妈妈解释说，在他们那边，彩礼是对女儿价值的认可，也是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感谢。如果彩礼太低，亲戚朋友会觉得女儿不受重视，父母也会没面子。阿芝的父亲则说明，在台湾虽然也有聘金习俗，但金额通常象征性居多，更重视的是两个年轻人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。经过坦诚的交流，两家人终于达成共识，尊重彼此的传统，但也要考虑年轻人的感受和现代婚姻的本质。最终，阿芝决定按照原计划给小文父母2万红包作为敬意，同时承诺结婚后会定期带小文回南京看望父母。婚礼如期举行，非常美满。这场婚前风波虽然惊心动魄，却也让两家人对彼此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中难免会遇到文化冲突，关键是如何用智慧和尊重去化解这些矛盾。现在我继续讲下去，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实际上，阿芝的做法代表了台湾年轻人对婚姻的现代理念。在台湾，特别是都市地区，彩礼更多是一种形式和传统，金额通常不会太高，甚至有些家庭只是象征性的给一点。台湾更注重的是新人能否建立幸福的家庭，父母通常会尽力帮助子女准备婚房、家具等实用的东西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地区，彩礼则是婚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。它不仅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，也是男方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体现。在南京这样的城市，彩礼通常在10几万到几十万不等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更高。小文妈妈的要求在大陆的语境中其实并不算过分，但放在台湾的婚姻文化中确实显得有些突兀。这就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。婚礼后的宴席上，小文的姑姑悄悄对我说：“丽姐，老实说，我们一开始真以为台湾男生都不太富裕呢。毕竟以前总听说台湾经济不行了，没想到阿志家底这么厚实。”我笑着解释，这就是两岸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啊。虽然近年来大陆发展迅速，但台湾的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依然很高。台湾的房价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相当完善，很多台湾年轻人确实会攒钱买房，投资理财，只是他们不习惯像大陆这样明码标价的谈彩礼而已。婚礼过后的第2天，我特意约了阿志和小文聊聊。阿志对我说：“丽姐，说实话，当时我真的很震惊。我理解文化差异，但婚礼前1天突然提这种要求，让我很难接受。那3个小时，我一个人开车到了淡水，在海边好好想了想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与其生气或妥协，不如坦诚相见。我拿出那些证明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想表明我娶小文是真心的，我有能力给她好的生活，但我不认同用彩礼来衡量婚姻的价值。”小文则表示，我夹在中间真的很为难。我理解妈妈的想法，在老家彩礼低确实会被人说闲话，但我也认同阿志的观点，婚姻不应该是交易。现在想想，这次冲突反而让两家人更了解彼此了。我点点头说，这就是两岸婚姻的挑战和美丽之处。大陆这边更看重形式和传统，讲究面子和人情；台湾则更注重实质和未来，强调情感和生活质量。
两种文化各有优劣，关键是找到平衡点。事实上，类似的文化冲突在两岸婚姻中很常见。比如在婚礼形式上，大陆通常规模盛大，讲究排场和气氛，台湾则更倾向于精致温馨的小型婚礼。在家庭关系处理上，大陆更强调家的概念，注重集体决策，台湾则更尊重个人选择和核心家庭的独立性。小文和阿芝的故事只是个开始，婚后他们还面临更多的挑战，是住在台北还是回南京发展？生了孩子后遵循哪边的育儿理念？过年过节要如何平衡两边的家庭关系？这些都需要他们用智慧和包容去面对。婚后半年，小文怀孕了，这本是件喜事，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文化碰撞。小文妈妈坚持女儿要回南京坐月子，按照传统方式调养身体。阿芝妈妈则认为台湾的月子中心设施完善，专业护理更科学。经过协商，他们找到了折中方案，在台北的月子中心住1个月，然后回南京由小文妈妈照顾1个月，这样既尊重了科学护理，也兼顾了传统文化。其实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小文对我说，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愿意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。阿芝虽然不同意给那么多彩礼，但她每次回南京都会给我父母准备很贴心的礼物。我虽然习惯了大陆的热闹，但也慢慢喜欢上台湾生活的细腻和从容。阿芝补充道，最初那次冲突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太想当然了。小文以为我了解大陆的彩礼文化，我以为他父母会尊重台湾的婚俗。后来我们约法三章，重大决定前必须充分沟通，有分歧时要换位思考，遇到文化差异时不急着评判对错。这对跨海夫妻的经历让我深受启发。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，像阿芝和小文这样的跨海婚姻越来越多。如何协调不同的婚恋观和家庭文化，成为许多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。小家伙出生后，阿芝和小文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育儿观念上，两人又一次面临文化差异的挑战。小文受大陆传统影响，认为奶奶带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希望请双方父母轮流来帮忙带孩子。而阿志则倾向于台湾年轻父母的做法，更愿意夫妻俩自己带，必要时请专业保姆或送托儿所。我妈退休了，专程过来帮我们带孩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小文不解地问。我知道你妈妈是好意，但孩子终究是我们的，教育理念不同会很麻烦。阿志坚持己见，这次争执持续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我出面调解。我对他们说，育儿没有标准答案，台湾和大陆的方式各有优劣。台湾父母更注重独立育儿和科学育儿，大陆则更强调家族协作和经验传承。与其争论哪种更好，不如吸取双方的精华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们最终达成共识。孩子出生头3个月，由小文妈妈过来帮忙，主要负责照顾月子和教小文育儿经验。3个月后，夫妻俩主要自己带，每周安排1-2天让父母轮流来带，既减轻压力，又保持教育的一致性。等孩子满2岁，再考虑送托儿所的事。这个方案既尊重了长辈的心意，又保留了年轻父母的主导权，可谓两全其美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教育理念的差异又浮出水面。小文倾向于大陆的赢在起跑线理念，主张从小抓起，及早培养孩子的各种技能和学习习惯。阿志则更认同台湾的快乐教育，强调兴趣引导和性格培养。看看隔壁王阿姨家的孩子，3岁就认识200个汉字了。我们是不是也该给小宝报个早教班？小文忧心忡忡地问。阿志却不以为然，孩子还这么小，最重要的是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认字多少有那么重要吗？台湾的研究表明，幼儿过早学习反而会影响创造力发展。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最终他们决定折中处理，在家里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，不刻意灌输知识，但也不排斥适当的早期教育，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良好性格上。小文的妈妈起初不太理解这种放养式教育，但看到外孙活泼开朗，各方面发展也不错，慢慢也接受了这种方式。他回南京后，还向亲友们安利台式早教理念，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。工作和事业发展也是跨海夫妻必须面对的难题。孩子2岁时，小文接到南京一家大公司的橄榄枝，
提供的薪资待遇远超他在台北的工作。要不我们搬回南京发展吧？小文提议，那边房价便宜，我父母也能帮忙带孩子，你的专业在南京也很吃香。阿志犹豫了，他在台北已经工作多年，有自己的事业和人脉，回南京等于从零开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习惯了台湾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，担心无法适应大陆的工作节奏和人际关系。我们可以先过去试试看，如果不适应再回来。小文试图说服丈夫。阿志摇摇头，搬家不是小事，特别是跨海搬迁，我们需要更周全的考虑。这对夫妻陷入了两难。一方面，南京确实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低的生活成本；另一方面，台北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又是南京无法比拟的。最终，他们想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。阿志在台北的公司刚好有意拓展大陆业务，他争取到了两岸业务总监的职位，可以两地跑。每月在南京工作2周，其余时间在台北。小文则接受南京公司的远程工作方案，每月去南京总部1周，其他时间在家办公。这种候鸟式工作模式虽然辛苦一些，但很好地平衡了事业发展和家庭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小宝有机会同时接触两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成为真正的两岸小公民。有时候我在想，阿志对我说，我们的婚姻就像两岸关系的缩影，有分歧，有挑战，但只要用心经营，总能找到共存共荣的道路。小文笑着接过话题，其实台湾和大陆就像一对分居多年的兄弟姐妹，表面上有很多不同，骨子里却流着相同的血液。我们的婚姻就是在帮助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重新理解和欣赏彼此。这番话让我深受触动，在我多年的红娘生涯中，见证了不少两岸婚姻的酸甜苦辣。有的因文化差异而分道扬镳，有的则因相互包容而更加坚固。阿志和小文的故事无疑属于后者。我想起结婚3周年那天，阿志特意安排了一次惊喜。他带着小文和小宝以及双方父母一起去了垦丁。在那里，他们举办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再婚礼。阿志穿着白色西装，小文穿着中式旗袍，两人在夕阳下重新宣誓。这次的婚礼融合了两岸元素，既有台湾婚礼的简约精致，又有大陆婚礼的热闹喜庆，既尊重了长辈的传统观念，又体现了年轻人的创新理念。婚礼上最感人的一幕是，阿志宣布了一个决定，他和小文打算在南京和台北各买一套房子，方便两地往返，也让双方父母能经常团聚。这个决定让小文父母非常感动，他们终于完全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。彩礼少一点没关系，小文妈妈后来悄悄对我说，重要的是他真心对待我女儿，尊重我们这些老人家。阿志确实是个好女婿，比那些只会给彩礼不会经营家庭的男人强多了。阿志父母也很满意这个大陆媳妇。小文很有大陆女孩子的贤惠和能干，又学会了台湾女生的独立和精致。这样的组合简直是完美。阿志妈妈笑着说，作为一个经历了大半辈子的红娘，我深知两岸婚姻的挑战远不止于此。未来阿志和小文还会面临更多考验，孩子上学选择哪边的教育体系，父母年老后如何照顾，财产规划如何兼顾两地法律，这些都不是轻松的决定，但我相信只要他们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，尊重彼此的文化背景，用智慧和爱去化解分歧，这段跨海婚姻一定会越来越稳固，成为连接两岸的一座美丽桥梁。回顾这个故事，我想告诉大家几点心得。第一，文化差异不是鸿沟，而是了解彼此的窗口。阿志通过彩礼风波更深入地了解了大陆的传统观念，小文通过育儿理念碰撞体会到台湾现代家庭的智慧，这些差异最终丰富了他们的婚姻。第二，经济条件重要，但相互尊重更关键。阿芝的做法告诉我们，面对分歧时，展示实力不如展示诚意。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感和对两种文化的尊重，这比任何彩礼都更有价值。第三，跨海婚姻需要更多沟通和妥协。从彩礼问题到育儿观念，从工作选择到居住安排，阿志和小文一直在寻找平衡点。他们的成功在于双方都愿意退一步，考虑对方的感受和文化背景。第四，要打破刻板印象。
很多大陆人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台湾人物质条件差。不少台湾人则认为大陆人只看重金钱，不讲究精神层面。阿芝和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片面的认识。两岸社会各有所长，相互借鉴才能共同进步。前几天，阿芝和小文又来看我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小文怀上了2胎。这一次，他们打算在南京待产，让孩子拥有大陆户口。这样2个孩子，一个是台湾籍，一个是大陆籍，真正实现了两岸一家亲。丽姐，还记得当初那场彩礼风波吗？阿芝笑着问我，现在想想，那反而是我们婚姻中的转折点。如果没有那次冲突，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认真地思考两岸文化的差异，也不会这么努力地寻找平衡点。小文点点头，是啊，那时候我还担心婚礼会取消呢。现在我反而要感谢我妈当初提出的要求，虽然方式不太妥当，但确实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了婚姻的本质。听着他们的感悟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红娘工作这么多年，见证了无数婚姻的起起落落。有些人因为一点小事就分道扬镳，有些人则能把危机变成转机，让婚姻更加坚固。阿芝和小文显然属于后者。其实啊，我对他们说，两岸关系和婚姻关系很像，表面上看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，骨子里是文化和情感的连结。只有互相理解，求同存异，才能长久和平共处。你们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阿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是啊，我们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，两岸之间的差异确实存在，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关键是如何用建设性的方式去面对这些差异，将它们转化为互补的优势。就像我们家小宝，小文笑着说，他身上既有台湾孩子的礼貌温和，又有大陆孩子的活泼自信。这不正是2种文化融合的美好成果吗？孩子确实是两岸婚姻最好的见证。在小宝身上，我看到了2种文化的和谐共存。他会说标准的台湾国语，也能流利地用南京话和外公外婆交流。他喜欢台湾的卡通和零食，也爱听大陆的童谣和故事。他有台湾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，有大陆孩子的集体荣誉感。丽姐，临走前，小文拉着我的手真诚地说，谢谢你当初的开导和调解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可能早就分手了，更不会有今天这么美满的家庭。你真的是我们的幸福使者。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作为一名红娘，能够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见证他们携手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和快乐。阿芝和小文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的跨海婚姻之路也将继续面临挑战和惊喜。但我相信，只要他们保持这份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心态，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，都能携手同行，共创美好未来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阿芝和小文的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感悟。无论你是已婚还是未婚，无论你是处于两岸婚姻还是其他形式的婚姻，请记住，理解、尊重、沟通、包容，这些永远是婚姻长久幸福的密钥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困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期待我们下期再会。